多年恋爱磨合的挺舒服的，近2年可能有谈婚论嫁的打算，但是我和他一直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时候对对方可能并没有完全信任，因为我和他以前可能都做过沾花惹草的跟异性聊天玩的行为，但是我目前已经彻底结束了之前的一些关系。行，恭喜你，恭喜你还是恭喜他呀？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没有投入我的真感情，但是也耗费了心力。我觉得这样不道德，也很累。以上行为我知道不对，我已经改正啊，没事，你不用跟我说，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谁呀？你不用跟我保证啊，我配吗？我配。我们俩都属于比较受异性欢迎的，但是我男朋友比我更甚，挺般配啊，很登对啊。我很久以前偶然一次，我看过他的手机，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聊天，当时有过吵架，他说他会改，但是我没有下什么要求，我相信了他。最近我又发现他还在跟那个女生联络，那个女生之前应该是喜欢他的。其实自从上次那个事情后，我已经没有看他手机的勇气了，有点像自欺欺人。我在网上看一些鸡汤，就是说很多幸福的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就说过，啊，也不是我说的，我引用查理芒格。我也知道信任不是靠查手机来的，但是这个事情被我看到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那咋办呢？你把那只睁开的眼闭上呗，啊，闭2只眼，这回行不行？我这里已经确保不会和其他异性再闲聊或者废话了，真的吗？有没有可能只是暂时没有合适了呢？我很担心他那里会有一些藕断丝连，甚至婚姻里也是如此。但是我又不知道要不要，或者说怎么和他聊这方面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后续怎么核实他做的好不好。这谁啊？哇哦，谁送的哇哦？谢谢啊。有时候我觉得信任这个东西需要自我自律，刻意的要求它是不是，反而适得其反。我感觉自己写的很混乱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即将考虑结婚，但是关于异性保持界限这块，我确实没有什么安全感，我有点担心，但是也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干预。谈谈吧，怎么办？怎么干预？谈一下嘛。你俩谈一下呗。啊？啊，姐们儿。人家那个话完整是说结婚前2个眼睁的像探照灯一样，结婚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！你现在不还没结婚吗？你还是可以探照灯一点。你跟他谈谈，你说亲爱的，我已经戒了，我都删了，你呢？你谈谈呗。啊，人家说的是结婚以后这样啊，我觉得可以先谈谈，是不是？关键是结婚这个事儿，他要结吗？啊，近2年可能有谈婚论嫁的打算，是你个人打算的，还是你俩都这么打算啊，姐妹儿？他有这么打算吗？你是不是这个也得跟他谈谈？有没有可能他连这个打算都没有啊？啊？感谢啊，谁为我连赞50次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感谢感谢，嚯，连赞100次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感恩。唉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但是去年2、3月份的时候，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，面对一份我不想继续的感情，愧疚感和面临快毕业的压力及
父母的期望让我崩溃。我在鸡鸣寺，我向佛请求，想成为真正的自己。在开学后跟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，断断续续感冒1个月，这有什么逻辑吗？在开学后跟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，断断续续感冒了1个月，这玩意儿能连在一起说吗？前男友私自查我英语4级成绩，这玩意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？又，你这每句话怎么都对自己看错人非常失望。有一次姨妈痛在小红书的各种帖子找人聊天，她私信我，我们做个聊天搭子，后来感觉她很有礼貌有分寸，渐渐的很喜欢。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，她对我有求必应。那时期末考完试，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，后面去实习5个月，她教会了我很多生活常识，我也对她不太上心，我以为在感情中自私就能保护自己。我只知道一味的在感情中占据高位，哎，要不说你们少上网呢。哎，占据高位了又。后来一次导火索，他提了分手。虽然这段关系我知道他是苟延残喘，但是对我来说有比没有好。一瞬间我又很崩溃，后面几天没法吃饭，难受的反胃，没办法一个人睡觉。这次分手对我来说像要了半条命，彻彻底底的断了对他人依赖的幻象。你依赖了吗？你不占据高位吗？从高往下依赖啊，这对吗？啊？占7楼，依赖4楼的。他给了我一个自由的空间，我形成了依赖。你不跟他在一起，空间不就更大了吗？我极度想要复合，但他好像已经变成了甄嬛，彻彻底底死心了。已经分了半个月了，有时候情绪反扑，有时候又能正常生活，1分1秒的熬，心里裂开了一个东非大裂谷，痛苦万分，也确确实实让我明白，自由就是自己做选择，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灵自由。明白了吗？在这种痛苦中，让我蜕变成更像一个人了。之前是啥？我的天哪，谁呀你？妲己？是你吗？达老师，给我写信了？什么玩意儿？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，让我蜕变得更像个人了。啊？之前是什么？达老师？真是五味杂陈，希望新的一年把自己的主线任务越做越好，日子越来越红火。主线任务是啥？考过4级是不是？你的当务之急，4级你先放一放吧。你这当务之急，你中文也得好好学一学了啊。吸口肚。行了，年纪轻，挺好的，挺快乐的。再过几年回头看，你会很怀念这种感觉的。好好学习吧啊！东非大裂谷。行了，这好像没啥事儿，好好学习吧。蛋，我简单来说吧，就是说和 crush 出门啊，千万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儿，也不要为了讨好别人去迎合他的喜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最近有个新认识感觉不错的男生，他约我出去玩，让我选活动地点。我寻思我不得好好研究研究，我发现他是个运动型的，喜欢户外跑马拉松，朋友圈也经常发爬山。
于是我就选了爬山，还跟他说我之前经常来，可以的。（括弧我其实根本不经常来，我就偶尔做点有氧。我对自己太自信了，我到山脚那一刻就后悔了，这坡也太陡了。看着陡坡，我内心已经笑出声了。还没爬到一半，就喘得不行，脸也变红了，累得也直不起腰来。他倒是气定神闲地问我：“你真的经常来爬吗？”那一刻，我真的想把头埋在土里。我说：“你之前爬过这里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呀，不过我都是跑着上的，今天走有点慢。”非常尴尬，裂开了。本来想通过共同的兴趣拉近距离，结果给自己开了一个炼狱模式。虽然最后也爬完了，但约会后呢没有再联系，只剩我回味这场尴尬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硬凹人设，一定要选自己擅长的。迎合别人，最后憋屈的还是自己。这怎么最后还不联系了呢？一般来说不联系呢，跟这个选的项目呢关系不一定有多大啊，姐妹儿。不联系就不联系吧，挺好的。还有9分钟发券。我觉得这不挺可爱的吗？是吧，姐妹儿？我这么说你是不是会更不高兴？算了，我就说了。本来在那累，呼哧带喘的，然后一聊天说你以前不经常来，是吧？是我会觉得挺可爱的。他后来不联系你了，啊，算了啊。要不说我就说喜欢运动的这些人。都很好。最甜的酒，杨梅酒甜啊。给他填一下那个，谈一下那个杨梅酒。酸口的酒的话，喝那个柚子酒啊，梅酒、青梅酒。甜口的喝杨梅酒。买2瓶还送1瓶，你瞧瞧。我跟我老公高中同桌，高3在一起，然后等我研究生毕业就结婚了，结婚第2年就生了宝宝。我俩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异地，15年的感情，我以为情比金坚。但是被现实啪啪打脸，他前年呢就出轨了一个陪酒女，每个月给他钱，买黄金买首饰，情比金坚了，这回情比金坚了，直接买黄金了。那个女生还要他买房跟他结婚，但是家里的钱都在我这儿，他就承诺慢慢攒钱买房。在被我发现之后呢，分手了，但是承诺给女生8万块钱帮她凑够首付。他是个好人，对一个陪酒女都这么真挚的感情，最后被我发现之后分手了，还觉得很愧疚。对谁愧疚啊？对那个女生愧疚吗？他屡次保证他真的错了，下半辈子绝不再犯。我本来是坚定要离婚的，但是总是忍不住想起我们之前的美好时光。干啥？一起吃海苔来着？总是在和他父母求我的时候，想要心软答应不离婚，请骂醒我，让我不要再恋爱脑，更不要心软。啊？还有6分钟，还有6分钟发券，这对吗？首先啊，我看看啊，他前年就出轨了一个陪酒女，你这个你确定吗？姐妹儿，你确定吗？你的证据是什么？是不是他这么跟你说的？
啊，有点不对啊。被我发现之后，分手了，承诺还给女生8万块钱凑够首付。他是个好人。不是，愧对那个女生，他屡次保证他真的错了，下半辈子绝不再犯。我觉得我骂不醒你啊，我这还没骂呢，你就已经句句都是维护了，我这还说啥呀？欢迎大家，还有4分钟发券。没法劝，劝不了。我觉得我劝你也不会听。哪不对？这人很难糊涂到这个地步。就很难糊涂成这样，我觉得。我说那男的，我说男的很难糊涂成这样。这么说很有可能是为了，就是把自己犯的这个错误的性质降低了一些。他要是跟你说他外面谈个女朋友，你是不是更炸了？他不说是女朋友，是吧？啊，明白吗？听懂了吗？啊，这么多钱，这么上心，不对呀、不对。他是为了这个，哎，我就这么说吧，我觉得他俩这个联系不会断的。听着，听着不像是一个那么临时的关系。发券了，还有1分钟，发券，抢到券帮我用一下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姐妹儿，所以你行了，钱都在你家里，钱都在你这儿就行了，你把这个事儿、这个底线坚持好就行了。其他的事儿我劝不了你，我没啥好劝的。其实你还是挺愿意的，你愿意，这你能听进去就说明你愿意，是吧？有钱难买，你愿意，没辙，你就想过你就接着过，这没啥好劝的。你就记住一件事儿，钱还是好好拿在你手里就行了，没什么可劝的，这怎么劝？劝不了，钱拿好就行了。发券了，发券了！来，朋友们，抢个券用一下，感恩感谢，好吗？朋友们，抢到券用一用，没抢到的朋友就
戳戳屏幕，点点赞一下，感恩。有的朋友很聪明，就问了，说那么说我帮你点赞的话，下一次抢券的时候，我中奖的概率会大一点吗？啊，其实也不会啊。感谢。感恩，他随便买点啥，感谢感谢。有没有收到我们这个酷 K 的了？怎么样嘛？你就说酷不酷嘛？办公室一待，酷不酷？水壶。你的头抛光了吗？啊？砂纸？那多少墨？那玩意一般最细那多少墨？42墨，什么多少目的砂纸？瞧这怎么样？色泽3000墨。你瞧，这坑口那些术语都怎么说？不太懂啊。你看这个，哎呦，看这里头，我有时候刷那个短视频，我爱看他那些，就是那个有那个，就那些开石头的、开玉石啥的，我特别爱看那些。感谢大家啊，随便买点啥吧，谢谢啊。感恩感恩，我可爱看了，但买是那个一般的，主要是看。胡子，等人多了再刮吧。你好，蛋，我是一名18线小县城的老师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不高，年收入6万左右，现在26岁。18线小县城，年入6万，26岁，还可以啊。家里面一直催婚，目前谈了一个，但对方是外地的，跟我老家相距1000多公里，但他工作不在他老家，工作不在，在离我100公里的地方啊，开车1个半小时。他收入高一点吧，年入9万左右，也是老师，但是家里面反对，因为他刚跟我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和他在一起花钱有点大手大脚了。我家里以前算是个小康家庭吧，父母健在，在县城人际关系也比较广，他就觉得我条件比他好，以后能帮到他。他家里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了，母亲年纪比较大，过得都比较拮据。我俩在一起呢也很开心，尤其是那方面比较和谐，就是花钱的时候我花的多一些，但问题是他一直想让我父母帮他，我感觉这不是爱，总感觉他在利用我。我也去尝试帮助他，比如为了给他介绍人帮助他，请别人吃饭，但人家说帮可以，但凭什么帮你，他就不开心。然后这顿饭还是我付的钱。我也从心里瞧不起他，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奋斗？最后因为他工作还在外地，也没有帮上他。现在就是父母还在催婚，也让我去相亲，但我不想找一个不喜欢的人。你喜欢这个人啊？小县城，你不是从心里不瞧不起他吗？你怎么还喜欢他呀？
小县城感觉圈子就那么大，优秀的人也接触不到，但是我这个喜欢的人吧，又感觉三观不正，让我瞧不起，就很烦。蛋总能不能提点意见？这有什么好喜欢的？这喜欢的点是啥呀？哦，那咋办？不知道啊。结婚吧。啊，结婚吧。几岁？26，结吧。结婚吧，体验一下。结婚以后被他狠狠的伤害一下，被他好好的利用一下。拥有一段不幸的婚姻，然后再离，怎么样？不好理解呀。但我感觉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。我那个破公司屁事一大堆。我们部门有个 A 大领导，他手下分别有 B、C 2个小领导，我在其中 B 团队稳定干了有4年。我开始觉得工作越来越没有啥意思了，钱也不多。于是我在知道 C 团队缺人的时候跟人说了，我去帮忙可以吗？并且他也给我画饼啊，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他团队里面，还能涨钱啊。对了，这里的 B 和 C 面和心不和，有点暗暗较劲儿的意思。我想着趁着机会多接触点工作技能，顺便加点钱也不亏。于是我在帮了一段时间忙之后，趁着年底总结，我跟我这个 A 大领导说了，说我想涨点工资。然后吧，这件事就被我现在部门的小领导 B 知道了，他介意我越级提了涨钱的事儿，还有就是转岗的事情，他觉得我在背刺他。但其实我们的薪资和奖金每次 A 领导都是他直接通知我们的，并没有通过 B， 所以我直接找 A。在我看来 ，B 领导就是没有实权的。给你涨钱没有实权，给你降钱的时候呢，就有实权了啊。现在比较尴尬的是 ，C 也吊着我。也没明确说会让我转过去，并且我现在也觉得他不会为了给我转岗而影响和 B 的表面关系。B 也觉得我有异心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跳槽吧，啊，别搁这公司混了啊！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虽然不是很 care 他们的想法，你以后 care 一点吧。但我现在的处境就很尴尬，我现在能不能涨薪呢，也成问题了。这不是白忙活了一顿吗？啊，并且还落得两头不是人。可不咋的，但归根结底，我本意其实就是想涨点钱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跳槽啊！跳槽吧，别搁这待着了啊！以后也是闹心，以后在意一点啊！以后要在意一点，好吧？要是外面工作你一边找着，要是找不着呢，你就先把涨钱这事儿忘了。就这个转岗和涨钱，哎，我感觉你现在是不可得兼。转你也转不了了。哎，跟这个 B，要不好好深谈一次呢？看看能不能理解你。认个错呢？认个错试试吧，未必不行。啊，也不是啥大事儿啊，说穿了也不是太大的事儿。你这个 B 要是个那个通情达理的，你跟他好好说一下，未必不行啊。
你说我就是想学点东西，以后还是踏实在这儿干，然后与此同时可以找点外面的工作。Hello， 蛋，我是一名海外待了10年的留子，山东人。各种，现在在哪儿呢？现在在新加坡某金融机构工作了3年半，工作压力一直非常大，每周60工时打底，年底因不堪日复一日的007和领导的 PUA 辞职了，因为短期内找不到合适的担保工签的工作前，评估了一下自己拿身份买房定居的困难重重，我就萌生了回国的念头。回去我也不打算考虑1线城市，因为尽管机会多，但是不想掏空爸妈钱包买房，说不定掏空了也买不到，但是为啥一定要买呢？定居总不能指望嫁人吧？遂决定回到山东工作，父母还蛮支持，爸妈属于不催婚开明的那一种，但是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朋友后，大家的反应都很消极，小陈我回来会上不了桌的。你这那天这个也是那什么，我那天好像跟谁跟圣子吧还说来着，说没有这事儿呀。会落差很大啊。会落差吧，有落差应该会有点。说着说着把我也说动摇了，我潜意识里会觉得回老家是最便利的选择，但又怕因为便利做个错误的决定。我想我不够坚定，还是因为确实也没在老家工作过，只能通过身边人的评价窥探一角。因为我也快30了，嘴上虽说永远拥有从头再来的勇气，但也真的想找个地方安定下来，建立和这个城市的连接了。请问蛋，觉得我应该是回老家自己体会体会，还是选择1线城市呢？还是别的地方呢？找找机会呢？有点啰里吧嗦，谢谢你看完。都行，其实都行啊，其实都可以。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是，你有一些想法你得改改，你这有一些想法你不改啊，你的选择就很窄。比如说，你就一定觉得要买个房才能安定下来，你老有这种想法，你很多选择你做的时候是吧，选项就变得很少了，啊，是吧？那你要是真觉得就是买一个房子非常非常重要的话，那肯定是在老家有爸妈帮忙最容易。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啊，感谢大家关注。你这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关注。这个人生选择吧，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有一些比较客观的事情是这样的啊，你回来去哪儿呢都行，但是你回了老家之后，想再出来到1线城市，可能就阻力比你现在直接要大啊，这个明白吧？你要是怕自己后悔，你就不如先趁着阻力小。你现在这个，你哪怕是吧，你在上海啊什么，你说那些地方，你先工作一圈，你最后还是觉得累，还是不行，还是买不起房，你再回老家嘛，还是可以的嘛。你做这个选择还是来得及的嘛。你现在直接杀回去，你想再杀出来就不容易了啊。
这个人，这个回去以后，无论是情感的那种牵绊，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种节奏一变，你就很难再出来了。对吧？每天起来饭也不用做，爸妈都给你弄好了，是吧？这日子一过，亲朋好友也都在，哎，一来二去挺得劲儿。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，5年的时候突然发现，这工作怎么一成不变呢？也不刺激啊，每天挺得劲儿，让我怎么没有成就感啊？我去上海试试吧，就很难了。自己想想也会打消这个念头的。哎呀，算了，挺累的，就这样吧，稀里糊涂过吧，在哪儿过不是过呀？哎，先找工作吧，你未必受得了啊，朋友。你在外边吧，你感觉到是高强度的累，压力大，真直接给你干不累了，突然一下也不需要你干嘛了，你未必受得了。我建议你过渡一下。这个选择没有什么对错，我只是说一下会发生的事儿，是吧？就我刚说的这种，你就回想再出来就会比较困难，你自己考虑清楚这个，没啥，你考虑清楚回去了呗，它肯定都是各有利弊的。啊，朋友们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点事儿呗。感谢大家关注，随便买点啥吧。有新来的朋友吗？点点关注。新来的朋友看看销冠，老朋友看看新品。但我大学毕业之际，我觉得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努力进入一个大公司，做一个出色的高级牛马技术专家。这什么目标啊？接触最好的项目，享受财富和荣耀。享受财富和荣耀，这听着怎么像《权力的游戏》里的事儿呢？听着不像打工的事儿啊！享受财富和荣耀，这听着像《权游》里的事儿。工作之余还能把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很好，每天都打起精神，化精致的妆容，穿得体的服装，结交一大堆牛人朋友。我当时认为一个优质的人类就该是这样的，或许是不幸，也或许是幸运，我没有进入大厂，我进入了一家中厂。这3年来，我的心态不断在改变。一开始我很不甘心，后来我就不停的就是各种事儿吧，反正也很稳定。再后来，我发现我逐渐爱上了我身边的同事和这个项目。我发现只要用心投入去做，体量大还是小都没关系，都一样可以发光。我变得越来越喜欢工作了。步入社会这些年来，加上我平常老爱思考接触的事儿，我慢慢觉得所谓的大厂的光鲜其实是一场骗局。他们把有才华的人吸收进去，等生锈了再吐出来，换上新的。而这些人有多少还能有力气去追求自己的初心呢？大家就在这个不断劳作的过程中被改变了。我真的很害怕生命力的消失。我想刚毕业的我是想当然的接过了这种人生的剧本，
那是一种学生期间考试思维的延续，以为只要一步一步去努力做高分就能成功，就能幸福。当时的我见识不足以支撑我去做判断，但现在我已经对大厂没有那么大的滤镜了。我觉得我轻松了很多，仿佛从贱人的牢笼里挣脱了出来。这就是什么新词儿？他用的是键盘的键啊，贱人说是从贱人的牢笼里挣脱了出来。这什么词儿？我现在即将要去一个小厂了，那里有一群认真做产品的人，我想试试这条路会怎么样。这个选择在当年的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，但我现在想说放轻松吧，看看广阔的世界，别再执着于攀登那个不存在的顶峰了。好啊，恭喜你，加油！他真写了键盘的键，加油吧！但我买个奶皮子吃多了，现在想吐，你少吃点啊！你那玩意儿，你吃啥吃多了也不行啊！少吃点啊！这玩意儿，你是不是乳糖不耐呀？你自己你查过吗？这玩意儿也很难说吃的很多，吃到想吐的地步。你会不会有点乳糖不耐受啊？啊？查查去吧。亲嘴有后续了吗？好像还没有，我这没收到，我这还目前还没看到。奶皮子别吃那么多，它比较油啊，一层油脂那种感觉。别吃太多，吃一点挺香的。没有蓝莓，蓝莓下一场再说吧，这场没给那个机制啊。这小虾干吃着很方便，头一拔就能吃了，皮儿也不用扒。我的建议呢，刚刚这封信我也不知道大家听没听。我的建议呢，肯定自己是好的啊，多肯定自己，但是不用通过来否定自己没有选择的选项来肯定自己已选择的人生。不是说你没有选的就一定不对，就一定错，就一定不好。但你既然已经选了，你多肯定你已经选的，把它尽量弄得更好。但是没有必要，已经选了的你好好弄好肯定是对的。但你没选的，你一味的去否定它、攻击它，说我幸亏没选，这个很容易让自己的眼界变窄，让自己的心态变得不平，有点自欺欺人。有时候没必要啊，是吧？那大厂里过得好的也有啊，是不是？我的建议就是永远多看看大家都做对了什么，看看自己做对了什么呢，也看看别人做对了什么，看看能不能学点啥，学习学习啊，能不能吸收点啥。挑毛病挑刺儿吧，相对容易一些，对自己的人生也没什么帮助，容易有怨气，是不是？容易有怨气。好好的，平常心啊，多恭喜别人，多为别人鼓掌，是吧？哎，真好真好，恭喜恭喜！哎，你这大厂混挺好，太好了。说你呢？哎，我现在这个也还行吧，挺得劲儿的。我现在去一个那个小厂，就是压力比较小，然后看看做点产品，做点自己喜欢的，这不都挺好吗？人生选择，大部分时候谈不到什么对和错了，也就是适合，也就是接受。
也就是一段时间的这种，有时候就是运气，就是意外，没必要。互相恭喜，各奔前程就完事儿了。你说他错了就能证明自己对了吗？不能的，这是逻辑上是有 bug 的。你只能通过自己活得好就行了，来证明自己活得好，对不对？而且这种叙事里吧，有时候会有一种特别不好的这种叙事，你这种接受多了，你自己在这种叙事模式下讲多了，真容易把自己忽悠瘸了。哎，一想就是什么这个社会怎么了？好像有一个什么阴谋，是吧？把人什么吃进去又吐出来什么的，这对自己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帮助呢？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处心积虑的要害你，有可能吗？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没有太大可能。这个世界不太愿意理你，其实。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，就想那个这个人生没有太大帮助啊！还有3分钟发券了。